人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物种，我们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怎么想就怎么表达，人类的情感体验复杂的多。那这就导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精准的找到那个真正让我们开心或者愤怒的原因，因为每一种情绪都并不总是由单一事件引起的。而根据基因效应，我们往往更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并放大它的影响力，即使某个情绪源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最近在全网闹得沸沸扬扬的金秀贤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恋童这件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并不是金秀贤和金赛纶第一次一起出现在热搜上。早在去年3月，金赛纶就发过一张两人的合照，当时金秀贤是否认了两人的关系，结果就是舆论一边倒的大骂金赛纶，骂他炒作蹭流量。哪怕这张照片足以让人产生合理的怀疑，但大家当时都选择相信金秀贤，因为他一直是纯真美好的代表，而他的人设早就崩塌了。直到这次风波爆发，舆论才反过来追问，这张照片是不是早就告诉了我们真相？回到两人合照第一次见刊的时间，试想一下，如果当初金秀贤没有否认恋情，而是直接承认了呢？舆论又会是什么样子？还会像今天一样把焦点聚焦在恋童这件事情上吗？根据过往的经验，比起斥责金秀贤，更可能发生的情况，应该是一部分人会力挺金秀贤，称赞他有责任、有担当；一部分人会攻击金赛纶，骂他心机女，爆料照片就是为了蹭金秀贤的流量。还有情绪没有那么极端的人会选择支持和祝福。如果在没有塌房前，成年后的金赛纶和金秀贤公开恋爱，我真的会觉得他俩很配。但现在塌房后看清了金秀贤这个人，真的挺差劲的，一点都配不上金赛纶。在被锤的这段时间里，所有发言全是权衡利弊后的结果，一点不提感情，全是冰冷的文字，真的超级心疼金赛纶。或许会有一些声音质疑女方的年龄问题，但大概率不会成为舆论的重点，且这小部分人也会因为害怕被攻击而选择沉默。也就是说，就算当初金秀贤承认了两人的恋情，金赛纶大概率还是承受更多恶意的一方。所以我认为，今日大家对金秀贤感到如此愤怒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发现他恋童，而是有其他的情绪在作祟，比如对长期被蒙骗而感到的羞耻感，对男性滥用权力的愤怒，对未成年人被操控的愧疚和无力，对社会中无法处罚高位者的深层焦虑，以及对自己曾经跟风失去判断力的悔意和投射。当一件事波及的面太广，涉及的情绪太复杂时，人们就会下意识地选择一个最具传播力的标签来代替思考、表达甚至判断。这一次，恋童癖这3个字就被大家选中，成为了那个承载公众愤怒的锚点。这个词不仅非常的情绪化，还带有极强的社会污名属性。最重要的是，它的传播门槛极低，你甚至不需要了解事情的经过，只要打上这个标签，就能迅速获得参与感，以及从他人那里获得认同感。于是，他就被选中，成为了那个攻击金秀贤的最有力的舆论武器，哪怕这个标签贴的并不对。是的，你没听错，恋童癖这个标签在金秀贤身上并不成立，或者说，最起码在与金赛纶的关系中，金秀贤并不属于恋童的情况。大家之所以认定金秀贤恋童，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未成年人就是恋童癖中指代的童，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是把法律定义和医学概念搞混了。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编写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中，明确地将青春期前儿童作为判定恋童癖的年龄标准。这里的青春期前儿童通常指13岁以下。无论是1980年编写的第3版手册，还是后面的第4版，现在正在使用的第5版，对年龄的界定标准一直保持在青春期前儿童，且全球精神病学界对此的标准是统一的。在医学上，这种情况被称为青春期性偏好，而不是恋童癖。原因很简单，恋童癖它是一个严谨的医学术语，而任何医学术语的建立都有其对应的严格的生理性标准。医学界在判定性偏好的病理性时，参考的标准是生理发育阶段，而不是法律年龄。换句话说，医学术语的制定和法律在构建未成年人保护法时，
考虑的因素是不一样的。精神病学研究在恋童这个课题上，之所以要对未成年人的年龄进行进一步的区分，是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对性行为的心理和生理的接受度不同。13岁以下，也就是青春期前的儿童，心理与生理都还在发育初期，过早进入性关系不仅会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生理伤害，还会影响儿童的成长和认知发展。所以医学对这个年龄段群体产生性吸引和性冲动的性偏好做了另外的区分，将其称为恋童癖。但青春期个体不同，从生物学角度来看，13岁以上的青少年已经进入青春期，有一定的性认知和反应能力，其第二性征的发育，比如乳房发育、睾丸增大、变声等性征也接近成熟。因为他们的性成熟水平与成年人相近，所以医学将成年人对这个群体的性偏好做了另外的区分，将其归类为青春期性偏好。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恋童癖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属于病理性疾病，有些人可能终生有恋童倾向，但从未对儿童采取过行动，也未因此感到痛苦。这种类型的恋童癖在医学中被定义为一种非典型的性兴趣，它不属于精神疾病。只有当这个性偏好导致了行为上的越界，会让本人感到显著的痛苦或社会功能障碍时，才会被诊断为恋童癖障碍。而恋童癖障碍才是精神病学上的正式诊断名词，这种情况才算患有精神疾病。换句话说，不是所有有恋童倾向的人都可以被叫做病人，那当然更不一定是罪犯啊。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应该知道自己在指代什么。金秀贤与金赛纶的情感关系格外受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中一个人未成年嘛。这就引发了一些网友对周杰伦和昆凌恋情的解读。这个视频中说的是，昆凌和周杰伦在一起的时候，昆凌是17岁，还未成年。但这个评论区就有不少人在为周杰伦辩护。那其中一个理由是说，17岁在台湾已经到合法婚龄了，和金秀贤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周杰伦交往17岁的昆凌不属于恋童。这其实就是没分清法律、民俗和医学概念之间的区别，把三种属性混淆在一起了。但其实三者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法律是用来惩罚犯罪行为的，民俗是用来约束人们的道德观的。这两者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会被儿童性吸引，只有医学才能解释人为何会产生这种性癖好，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恋童癖的定义始终是医学属性，它只是年龄范围与法律和民俗有重叠，但它不是等同关系。当大家提到某某地区某某年龄已经到合法婚龄时，其实讨论的是这件事的法律属性，不是它的医学属性。事实上，一段关系合法与否与是否恋童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一些国家和文化中，恋童关系也可能是合法的。比如在尼日利亚，童婚就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许多女孩在15岁的时候就结婚了，还有一些女孩甚至9岁的时候就结婚了。那对于没有建立儿童权利法的地区来说，长期的文化影响让他们认定与儿童结婚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他们不会相互指责对方恋童，且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没有违法。所以当我们使用任何概念和定义时，要看其属性和适用的范围和群体。对于建立了儿童权利法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就算是一个符合医学定义的恋童癖者，只要他没付诸行动，没有对他人造成影响，那他就没有违法，也没有理由成为被社会攻击的对象。他不是患者自己选择的一种倾向。但付诸行动的恋童癖者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他的行为对儿童造成了实际的影响，那这就属于法律监管的范围了。在金秀贤这件事情上，大家就混淆了法律和医学的概念，不能因为金赛纶是未成年人，就把不适用的医学术语强行的用在金秀贤身上。至于金秀贤有没有违法，就要看韩国的法律是如何界定合法性同意年龄的。2020年5月，韩国通过修订，将法案中的性同意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6岁。新法案规定，任何与16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强奸或者性侵，
且无论是否经过对方同意，这种行为都将被视为是违法行为，可能面临强奸或性侵的指控。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新修订的法案通常不具有追溯效力，也就是说，新法案不会对在修订之前发生的案件产生影响。关于金秀贤与金赛纶的案件，两人的情侣关系始于2015年，时间早于新法案通过并生效的年份，因此对两人案件的判定必须参考修订前的法案，也就是13岁这个标准。而金赛纶在与金秀贤开始交往时，时年15岁，已经超龄了。那这就意味着很难从法律的角度对金秀贤的行为追责。退一步讲，就算使用现行的法律，也无法轻易判定金秀贤违法行为，因为有性接触才是判定是否违法的重要指标。而这一点在女方缺席的情况下，可能并不是那么好证明。所以说，无论哪种情况，要定金秀贤的罪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再退一步讲，即使最后在法律层面上判定金秀贤违法，但这也并不自动等同于他恋童，因为女方的年龄并不符合对恋童癖的判定标准。网友们扒出了很多金秀贤以往的一些片段和言论，比如在拍摄期间突然爆了13岁以下的女演员，还有在采访中发表了一些针对13岁以下女童的疑似暧昧的言论。那对于认定金秀贤恋童的人来说，在看到这些片段后，应该会更加笃信金秀贤恋童无疑吧。但严格来讲，由这些片段推导出的金秀贤患有恋童癖这个结论站不住脚，因为这些片段并不能作为金秀贤有对13岁以下的儿童有性冲动和性幻想的证据，甚至连间接证据都算不上。这些行为充其量只能证明金秀贤的边界感很弱，或者说他存在恋童的可能性，但这和有明确的恋童癖症状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医学上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恋童癖，需要长期的观察、明确的动机和持续的症状表现，而不是从几段令人不适的视频里猜出来的。这就像犯罪嫌疑人不等同于犯人一样，在没有更多证据前，我们不能随便用恋童癖这个概念给它下定义。我相信很多人不是只有在最近才看到这些过往片段吧？那为什么当初没有这么大体量的人质疑他恋童呢？说到底，对金秀贤恋童的判断，主要还是他最近被爆料出的涉嫌违法的行为以及道德败坏的人品引发了众怒导致的结果。这场集体愤怒需要一个集中爆发的锚点，而一个情绪性强烈的标签更容易被传播开来。由此可以看出，社交媒体上借由各种科学概念进行的道德审判，往往只是基于情绪而非事实。大众通常不会去深究一个术语的实际使用场景。那比起一个精准但不好转发、不利于舆论发酵的冷冰冰的定义，大家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一种道德审判的工具，借此去发泄被积压已久的情绪。在大家心情好的时候，他的这些过往言行就是可爱，就是幽默；在大家不爽的时候，这些言行就成了审判他的证据。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该有的样子。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除了非理性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全民科学和文化普及程度不够的结果。大家对于一个概念本身的属性和其适用的场景并不了解，一旦遇到有关联的场景，就容易胡乱的使用概念，造成对概念的污名化，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以及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社会问题。当大家过度的使用恋童癖这个词的时候，就会导致人们无法区分真正的病理性恋童癖者和普通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到底有什么区别。其结果就是真正的恋童癖患者可能会因为害怕被社会污名化而不敢寻求心理治疗，而得不到有效治疗则会进一步将这些人推向犯罪的边缘。这应该不是大家想看到的结果吧。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的概念还有很多，比如抑郁症、精神病、LGBTQ 群体等。真正了解这些概念的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是把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经由个人的经历和认知过滤后，总结出了一套
与医学定义本身并无太多关联的偏见。当大家把不同属性的概念混为一谈时，其实就是在污名化这些概念。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社会关注点偏离原本该被注意到的问题上面，逼着真正的病理性患者走向极端。现在这个社会对于下定义这件事的态度太轻率了，你也这么做，他也这么做，这不是在维护正义，不是在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你不能因为对方是一个道德败坏之人，你就也放任自己变成流氓呀。为什么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需要规范、制度和法律呢？因为只要我们本身没做错什么，那总有机会为自己证明。规范和定义就是那个判定标准。但如果没有这些标准呢？今天你轻易的给别人下定义，明天他还可以毫无根据的落在你身上。你伤害别人的时候，可能很难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但如果你是那个被别人下定义的人呢？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为此时的社会文化出了一份力，而我们自己同时也是这个社会文化的接收者。至于到底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就取决于今天和今后的我们怎么做。4月中下旬，尤其是2少前后，金秀检方可能会发布正式的律师声明或者法律公告。这次的动作并不是被动性的回应争议，而是布局中的一种策略，想通过制造男方是受害者的防御框架，重掌话语权，稳定行业态度，为后续的法律行动或者形象修复打下逻辑和情绪基础。他的铁粉会坚定地支持他通过法律途径发声，但大部分人对这个回应并不买账，认为他偏颇、避重就轻、没有人性。但因时间线拉得太长，舆论已经到了疲软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开始转向中立态，甚至不再关注。从这个时候开始再往后，很难再掀起大的风波了。大规模的行业动作也要等到4月下旬才会集中出现，尤其是4月24号开始往后的一周。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品牌、平台、剧组等不得不表态，于是出现了合作取消、代言撤换、行业划清界限的举措。但这其实是一个名将实生的冷处理策略，一个明面上处理、暗地里观望的阶段。表面上它被处理了，但实际上是舆论需要看到它被处理，它需要时间疗伤，以及行业需要转换余地。也就是说，哪怕众多合作和代言取消，也不意味着这些行业和品牌和它真正断绝了关系，并非所有人都想彻底封杀它，更多是一种先做姿态暂时斩断的策略，给社会一个交代，同时留下日后复出的可能性空间。再往后的时间线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无非就是把以上的模式再循环一遍，搞不出新花样了。从结果来说，金秀贤不会被彻底封杀，更不会被判刑，最多面临经济赔偿、失业、代言违约和税务补缴等后果。如果后续涉及到税务或资金流的问题，赔偿或者补缴的金额不小，但不会上升为刑责层级。这个结果并非是理性的判决，而是多方博弈后的象征性惩罚。换句话说，还是金秀贤背后的靠山起了作用。从6月起，半年内会启用隐身策略，但入冬后会以被拍到或者旧片段再流传等被动出镜的方式进行舆论试探，试图以温和无攻击性的方式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但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整体反响平淡甚至抵触。未来2年内会保持半曝光半隐藏的活动策略，期间会尝试向海外市场发展，或参与与异地合作的项目，但因语言、文化标签与公众心理等多重壁垒，很难真正的打开新市场。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前至少要3年以后，且更可能是以制片人、投资人等幕后身份出现。即便再度出现在镜头前，定位也会更模糊，更像是嘉宾式纪实类身份，而非明确的角色演员。他的正面重塑之路会非常漫长，且不一定成功。